那我先走了，我们有缘再见，拜拜。再见，谢谢。有缘再见吧。215公里续航的武林马卡龙，今天成功穿越了阿河公路，中途200公里没有任何充电桩，真是不容易啊，朋友们，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哎呦，出舱了，朋友们。Hello， 大家好，我是 Lily， 现在我在新疆的阿河公路上。昨天晚上我是在这个7星半月营地露营过夜的。昨天晚上真的超级冷啊！妈呀，我昨天晚上睡得不太好，然后呢，现在全身酸痛，喉咙肿痛，然后全身有点热乎乎的，感觉也不太像是发烧，但是嘞，可能有点感冒了，所以呢，等一下得找药吃了。昨天我就是把车停在了这个7星半月营地，老板昨天给我的车子充电了，现在已经充到了97%，然后呢，今天就可以继续往前跑。这边这个营地地理位置非常的好啊，距离禾木村出来也就是30公里左右，也就是后面这一大段的金华路段，它是卡在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大家如果过来这边露营啊，或者说团建啊、游玩呀，都是非常的好的。看着中间就是天幕，还有左右两边都是这些小帐篷。看见远处的山，金黄色的。这边是一个夏牧场，也就是说夏天的时候风景是绝美的，但是慢慢临近冬天的时候呢，这边就会下雪啊。今天是我挑战阿河公路的第2天，希望今天能够顺利的到达阿勒泰地区。剩余还有180公里左右的路程，我才可以到达阿勒泰的那个充电站。然后我目前的电量97%，换算过来乘以2的话，那大概就有190多公里的一个续航。基于后面可能说要爬坡，爬坡了之后可能下坡，下坡它又会有动能回收，所以呢可能会有点危险。我看一下中间有没有服务区，到时候可以再说充个10%的电，那差不多就 OK 了，就可以稳稳的到阿勒泰地区。希望今天我一切顺利吧。跟大家说那么多，现在准备收拾一下车子。今天早上下雨了，有点难受。你看我昨天晚上盖被子，太冷了，特别冷，而且整个人很难受。OK， 已经收拾好车子了，准备出发了。其实我现在有点难受，就是全身酸痛，然后感觉全身都在发热，然后刚才就紧急吃了那个感冒药。其实我半夜就吃了1颗，现在又吃1颗，感觉人不舒服的时候哪都不舒服啊。现在出发吧，今天必须得要到前面去了，不然的话在这个地方太冷了。韩大哥，我先走了吧。啊，那我继续往前跑咯，谢谢。你要走了？对，我今天走了，我现在走了。昨天说的那个啥嘛，不行的话就搬下去嘛，搬下去的话，他们今天上不上来人不知道。哦，上来人的话，我们也就下了。也就下了。行，那我我先走了。行，谢谢你们的店，下次有缘再见啊！你冷了要配些我们这被子那么多，那么热。没有，主要是晚上，其实我可能没有睡觉之前我就已经身体不舒服了，不是因为冷的才不舒服，是没睡觉之前，晚上入睡之前我都不舒服。行。哎呀，那我先走了，我们有缘再见，拜拜。再见，谢谢。有缘再见吧。哎呀，你要是经常来这的话，就经常可以见。来了，下次还来。准备出发，现在剩余电量97%，续航208公里，大家记住这个数字啊，看一下我今天能不能到得了阿勒泰。
坡了，朋友们。这边这个坡，坡度还是比较陡的，但是呢，这个资质呢比较小，不像昨天的那个弯弯绕绕。昨天的弯弯绕绕特别多啊，今天的话就是长距离的资质型，这还可以，还能接受。希望耗电不要耗太多。要爬坡的话，最怕的就是耗电，因为耗电量比较大。希望爬到一个高点，到时候就连续的10公里下坡，这样我就可以给车子动能回收，又反冲回来。来到了一个韩右观景台，过来这边看一下啊，这边这个角度还蛮高的。来看一下，这边这个观景台是在一个山顶上，当然也算是半山腰吧，没有完全到山顶，但是这边风景很不错啊。这边这一段盘山公路是从下面一直盘过来，大家看，这盘山公路都是依据这个悬崖边上去建的。这边感觉削了一半的山呐，这一半的山体削掉了。然后远处这些石头还蛮有特色啊，风景有点不太一样，跟前面的30公里相比。俯瞰了一圈，现在准备回到车上继续往前走了。这风吹得我浑身不舒服。就是很难受，感觉这一路上我没什么心情看风景了，朋友们。绕头，随后70米右转。阿河公路其实有一些服务区，目前都是在修建当中，还没有开放，所以有很多这种观景平台，偶尔也会有一些人，但是整体而言，比起独库公路来说，这边还不算特别的完善。阿河公路沿途有很多的民宿、酒店，主要就是以那种小木屋啊，还有这个毡房或者蒙古包为主。一个蒙古包大概是400块钱左右，这个蒙古包呢很大，里面住多少个人都行。就总的来说，它就是住宿这一块的，就是按照一个蒙古包的价格来去给大家去计算的啊。大家如果过来的话，刚好是一家人，想要在这边住宿的话，可以住蒙古包，就一家人热热闹闹的，挺好。来到了树海观景台，准备下车看一下啊。这边的森林还蛮茂密的，好多人呀！这边的游客比较多。这边这个观景台叫做树海观景台，顾名思义就是树海，有很多的树，你看特别的茂密。如果说风吹过来的话，波澜起伏，那就是树海了。大家看现在的路。这样一路下去，这是一个之字形，又这样弯弯绕绕，再绕到下面去。这边的羊肉串也是8块钱一串。哎呀，这个篝火好暖和，好舒服。看来咖啡车也挺卷的，你看这个观景台就有2个咖啡车。现在坐咖啡车也没有以前那么好赚了。以前听说早期的时候，咖啡车一个月能赚几万块钱呢，但是现在咖啡车烂大街了，所以要找一个客流量多，然后又能在那个地方长期经营的地方也不容易。这个咖啡车也不太好经营，有时候我看到网上有一些就是好几个咖啡车联合起来排挤另一辆咖啡车，所以各行各业都不容易啊。
了山顶上的一个观景台，这边可以看到雪山哦，朋友们，有点冷啊。看见远处雪山积雪还没有融化，下面还有一个湖泊，不过这湖泊看着不是特别干净。现在走到湖边去转一转，这边有点冷，说实在的就是冰冷的，因为这边呢海拔比较高，然后有积雪啊，特别冻。这个观景台应该还没有修建好，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对吧？但是到时候修建好之后，应该这边就会显得比较好了。再走这种野路下来，你看这边穿行阿河，这边会有野生动物哦，有熊哦，我的妈呀！有很多小姐姐跑到湖边去拍照啊，应该也蛮出片啊。你看，哇塞，这个就是湿地啊，朋友们，一踩都会冒水的。好冷啊，好冷啊！我要赶紧回车里面了，特别冷啊。跑了110公里左右，现在来到了野克阿恰服务区，准备进服务区休息一下。我要去找点开水，我全身都有点不舒服。这边这个服务区叫做野克阿恰服务区，停的车还蛮多的，还挺大，你看。这还是个服务中心哦，过那边去看一下。据说这个服务区之前建好了那个理想的充电桩，但是目前还没有验收，所以还没有使用，不知道能不能用啊。能用是最好的啊！像我们这种低续航的电车来到这个阿河公路，在这个地方充满电就随便走了，就一点都不用担心。玉米多少钱？8块。我要1根。甜玉米吗？是甜的吗？糯玉。1根吧。花8块钱买了1根玉米。这边呢，洗手间我进去里面转了一下，发现还没有完全建好啊。这边的设施其实都没完全建好，但是呢，野克阿恰它是一个很大的服务区，所以目前已经有很多的游客都在这边停留了。可能再过不久，这个地方就建好喽。吃的我好累好困啊，朋友们，就全身不舒服。我在这边找了超市老板问了一下，说能不能给我的车子充一下电，他说可以，然后我就把车开过来啊。在这边有一个项目部，这边有一个房子，在这边。插牌哦，还真有插牌，可以。现在充上电了，剩余电量44%，续航94公里。开始下雨了。我上网查了一下，从野克阿恰服务区前往阿勒泰最近的充电站也得要跑个73公里。
这73公里，我这个车子目前续航94公里。如果说中间有一些爬坡路段比较陡的话，可能这94公里勉勉强强够用。但我不太希望把这个车子的电量耗到1%，所以呢，我就在野克阿恰这边的项目部这边去充一些电，然后这样就会放心一点，能够安全的抵达阿勒泰。现在是下午的3点半，已经充电充到了51%，大概充了7%左右的电，续航109公里，可以往前跑了。来到了一个叫做云上观景台的地方，过来看一下吧。这边应该是山顶上的一个观景台，可以看雪山。过来看一下周围的雪山吧。这一个观景台可以看到四周围一圈都是雪山，蛮多人在这边拍照的。走到上面看一下，上面这个视角会更好一些。哇，好多人哦！看这边，连绵不绝的雪山。这个雪山的风景就看到这里，赶紧回车里面了。因为我身体不舒服，所以呢，就顶多过来看看。而且这段时间也不能飞航拍，所以呢，这个风景就那样吧。大家有注意到地面吗？地面是湿的，刚刚有下雨，雨夹雪，然后现在已经化掉了，已经停雨了，所以呢，地面比较湿。幸好的就是可能再过晚一点，如果说温度特别低的话，地面会结冰，结冰的话就会交通管制，所以呢，还好啊。我现在这个时间点走，现在接着又开始要爬坡了。还有5公里就到阿河公路的0公里处了，等一下去打个卡。大家知道吗？我现在这个电量变成了35%，也就是说我在野克阿恰那边充到了51%，然后爬坡下山就反反复复，车子会有动能回收嘛，所以呢，现在这个续航又升上来了。因为从野克阿恰那边过来，大部分是下坡，还挺好。现在来到了一个门牌坊，大家看到后面，北境画廊地价阿河。G681阿河公路欢迎您，最高海拔2740米，总里程209.45千米。这里就是0公里处，开着一辆215公里续航的50马卡龙，今天成功穿越了阿河公路，中途200公里没有任何充电桩，真是不容易啊，朋友们！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拍完打卡照了，现在准备继续往前走，去今天晚上的露营地。现在来到阿勒泰市的市区了，准备先去充电。终于找到了一个停车位，我发现阿勒泰这边的充电桩不是特别多，而且充电桩的数量不太多，最近还要排队。看我现在
终于找到了一个位置，这边是国家电网的充电桩。下午的6点24分，终于充上电了，剩余电量32%，续航68公里。接下来说一说今天这个续航里程是怎么变化的。在刚开始我出发的时候是97%的电量，然后它的续航里程是208左右，没到210。后来慢慢往前跑，我就发现其实只要你的时速低于80以下，也就是说60左右的话，基本上它是1:1的去损耗的。然后呢，踩这个油门的时候要有松有紧，这样子你就可以去调节这个电耗。另外的话，像它也会有那个动能回收嘛。从那个禾木那边一路过来到阿勒泰，中途有很多座山。一般来说，你是先爬个山，爬到山顶了之后，接着又下坡。这下坡的时候，50宏光 mini 它就有这个动能回收。动能回收的话，它又给它反向充电了。所以说还可以。刚开始的电量是97%，然后续航208左右。后来到了野克阿恰服务区，剩余的电量为44%，续航为90多公里。从44%充到51%，大概也就多了10几公里的一个续航里程，心里面比较有底了。所以呢，我又从野克阿恰继续往前跑，来到了阿勒泰地区。现在还剩下35%，然后续航的话也有那么几十公里。我对于这一次走阿合公路，我觉得还可以吧，就是只要你把路上的行程规划好了，其实都可以冲啊。另外的话，如果你的续航能够超过300，那就是放心冲。像我这种200的话，215可能勉勉强强，但是中途一定得充一次电。刚刚在充电的时候，我就去对面的药店买了一支体温计，现在准备可以知道体温了。我这一整天特别烫。但是好像也还好啊，现在7.8度。现在7.8度是低烧吗？下午7点24分，充满电了，现在准备去今天晚上的露营过夜点。来到今天晚上的露营过夜点了，这边是雪都自驾房车营地，可以在这边免费停车露营过夜。掉头，还蛮多车的，还有帐篷。自驾房车营地附近，这边这环境还可以，旁边会有一些树，挺好的。OK， 终于到地方了。我今晚就把车停在这个位置，其他的位置好像都占满了。这个营地呢有洗手间，洗手间是24小时开放，有专人管理，里面会有热水。我来之前我都做过攻略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也还可以。接下来我要在阿勒泰这边可能要休整个3、4天、4、5天，我要等快递。另外的话，大家也看得出来了，我很疲惫，而且身体不舒服，非常非常不舒服。我现在只想躺着，我还没吃晚饭，等一下先点个外卖吧，喝个粥，然后就直接躺回车里面了。太累了，全身都酸痛啊。好了，朋友们，今天这一期视频呢就先更新到这里了，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吃好喝好睡好，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接下来的行程。我们下一期视频见，拜拜。